我偷偷藏在家里1星期，老公和婆婆以及儿子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趁着他们外出和睡觉，偷偷出来洗漱吃饭。他们回家的时候，我就躲在柜子里和床底，偷偷观察着他们。今晚吃饭时，婆婆对老公说：“儿子，冰箱里的那个女人，我们怎么处理？”我差点被婆婆的话吓得叫出了声，那声音都已经冲到了嗓子眼儿。我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婆婆她刚刚是不是玩笑？冰箱里有女人？可婆婆的表情却又不像是在说笑。这时，老公的声音响起：“我会抓紧解决冰箱里剩下的肉。那个女人留在家里1天，我都睡不踏实。”她的语气是那样的自然，就好像在谈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想妈妈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听到儿子提到我，老公的眼神瞬间变了，那眼神里仿佛有一股冰冷的杀气一闪而过，快得让人几乎以为是自己的错觉。随后，他又换上了温柔的表情：“妈妈不要我们了，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妈妈在的话，宝宝每天都不能玩手机看动画片了。宝宝是想看动画片，还是要妈妈呀？”老公的眼神紧紧盯着儿子，似乎在等待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3岁的儿子皱着眉头，小脸上满是纠结，他那稚嫩的小脑袋努力思考着这个对他来说无比艰难的问题。半晌，他天真地说：“那等宝宝看够了，我们再把妈妈接回来吧。”婆婆和老公被儿子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老公满眼宠溺：“好，我的宝贝儿子都听你的。”眼前这看似温馨的场景，却让我如坠冰窖，后脊发凉。我看着他们的笑容，他们的一举一动，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恐惧。我觉得他们娘俩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父母去世早，只有一个妹妹相依为命。上个星期，我和方维兴深夜吵了一架，我夺门而出，他也没有找我。他以为我离开这个家就无处可去，所以每次都是有恃无恐。我不能被他们拿捏，这次我要让他们求着我回去。夜里，我像往常一样，从床底那狭小又阴暗的空间里钻了出来。我的动作很轻，生怕被他们发现。我蹑手蹑脚地朝着厨房走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地板在我的脚下微微作响，我紧张的心跳都快了几分，生怕这细微的动静惊醒屋里的人。此刻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看看冰箱里的肉。我轻轻地走到冰箱前，然后缓缓地打开了冷冻室。一股冷气扑面而来，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瞪大了眼睛，看向冷冻室里面。果然，以往总是空空如也的冷冻室，此刻却被一个个黑色的塑料袋填满了。那些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虽然此刻在低温的冷冻室，但是还是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腥味。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块又一块的肉。刹那间，呈现在我眼前的画面让我的心跳几乎停滞，一块又一块的肉，毫无规则地堆积在里面。那肉的色泽和纹理看起来不像是平时吃的猪肉牛肉。当我拉开冷冻室最下面的抽屉时，我瞪大了眼睛，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那是一条人腿，冰冷的冰霜已经将它整个包裹，但还是可以看清楚这一条纤细白嫩的腿。这赫然是一个女性的小腿。冰箱里的这些肉到底是谁的？我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和方维兴吵架的那一天。那天，我像个被抛弃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家楼下徘徊，眼睛死死地盯着楼道口，盼望着他能出来找我。傍晚，看到了他的女发小徐萍萍来家里找他，然后就没有出来过。我当时以为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毕竟我也有走神的时候。可现在看来，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看来徐萍萍是一直没有走出过这个屋子。方维兴和婆婆他们究竟做了什么？难道他们一起杀了徐萍萍？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走路声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儿，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我连忙轻轻地关上冰箱门，那动作轻得几乎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然后我迅速躲到了冰箱的侧面，身体紧紧地贴着墙壁，蹲下身子，双手紧紧捂住嘴巴，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自己发出哪怕一点声音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听着脚步的节奏和声音，是方维兴，一定是他。他走到了冰箱旁边的饮水机前，那接水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咚咚，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水。此时，我和他仅仅只有一个冰箱之隔，我甚至都能听到他吞咽的声音。紧接着，方维兴又打开了冰箱，我听到他打开冷冻室的声音，但是并没有翻找什么。时间好像静止在了这一刻，他是不是发现我了？就在我紧张到快要崩溃的时候，方维兴笑了一声，随即他满意地发出了一声感叹的声音。那声音里充满了一种扭曲的满足感，就好像一个疯狂的艺术家在欣赏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时那种病态的满足。过了一会儿，他关上了冰箱门，那砰的一声在我耳边炸开，让我的心猛地一颤。然后他转身朝着卧室走去，那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卧室的门被关上了。我紧绷的神经这才稍微放松了一些，还好他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可是，一想到他那可怕的秘密，我不禁毛骨悚然。如果他知道我发现了这一切，他会不会也像对待徐萍萍一样把我杀掉，然后把我变成冰箱里的一块肉呢？不知过了多久，方维兴那边终于没了动静，应该是睡着了吧。可此时的我却丝毫没有放松下来，心依旧紧紧地揪着。
现在我甚至连回到床下这个原本最熟悉的地方都不敢。就在前几天，我还天真的以为，即便被他发现我在这里，顶多也就是丢了面子，夫妻之间吵吵闹闹也就过去了。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不是简单的家庭纷争，而是关乎生死的可怕局面。一旦被他察觉，我很可能会像那些冰箱里的肉块一样，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子，大气都不敢出，眼睛紧张地搜索着周围可以藏身的地方。最终，我选择了衣帽间的衣柜。我轻轻地打开柜门，钻了进去，然后慢慢地合上柜门，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这一夜注定是无眠的。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冰箱里那恐怖的画面和方维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明天等他们都离开这个屋子以后，我必须逃离这个魔窟。可是我的儿子铮铮怎么办？一想到他那可爱的小脸，我的心就像被重重地捶了一下。他才仅仅3岁呀，那么小，那么无辜。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他就要从此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成长，就要承受单亲家庭的痛苦。那天吵架，我出门忘记带手机，回来后就再也没有找到，现在联系不上任何人。我要去报警，让法律来制裁方维兴和刘颖这2个恶魔。可一旦报警，儿子以后就会背负着有一个杀人犯父亲的骂名。我应该怎么办？先熬到天亮，逃出这个家再说，起码别搭上自己的性命。回想起这段日子，我现在都觉得无比庆幸。每天我都过得战战兢兢，像幽灵一样在这个家里小心翼翼地行动，生怕引起那对恶魔母子的注意。终于熬到了天亮，我听到那3个人陆续出门的声音，每一声关门声都像是敲响在我心上的鼓点。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我才敢轻轻地缓缓地从衣帽间里走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鬼门关逃了出来一样，双腿都有些发软。我先走向卫生间，准备洗漱一番。这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在那封闭狭小的衣柜里躲了一夜，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温热的水洒在脸上，让我稍微清醒了一些。我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试图把昨夜的恐惧和疲惫都冲洗掉。洗漱完毕，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准备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然而，当我走到家门口时，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家里的双重安全门，外面的那扇门竟然被上了锁。我难以置信地握住门把手，用力拉了拉，门却纹丝不动。我慌了，在里面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呀。那2个恶魔，他们肯定是早就料到我可能会偷偷回来，所以才故意上了锁。这锁他们是为了防止我进来，没想到是彻底把我困在了这里。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我住的地方是一梯2户的格局，隔壁那户一直空着，没人居住。不好，这动静明显是有人回来了。我的心猛地一紧，连忙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然后毫不犹豫地钻到了床下。我趴在床下，身体紧紧贴着地面，大气都不敢出，耳朵却像雷达一样竖了起来，努力捕捉着外面传来的每一丝声音。很快，有脚步声传来，听起来是2个人的。那脚步声由远及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让我愈发紧张。这时，一个女人娇嗔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你竟然敢把我带回家，不怕嫂子发现吗？”紧接着是方维兴那急不可耐的声音，他满眼都是欲望。“萍萍，不要在这个时候提他，太扫兴了。”“什么？萍萍？”我的脑袋瞬间嗡的一声，各种疑惑涌上心头。此刻，我完全顾不上方维兴趁我不在家把别的女人带回来这件事了，我满心都是惊恐和疑惑。如果这个女人是徐萍萍，那冰箱里的人又是谁呢？方维兴与徐萍萍正沉溺于那违背伦理道德的苟且之事，而此刻，床底的我要忍受着婚姻的背叛和冰箱里陌生尸体的恐惧。叮咚叮咚，门铃声响起，打破了这不堪的旖旎。紧接着，便听到床上瞬间陷入一阵慌乱，衣物被匆忙翻找的声音。“你不是说不会回来人吗？”徐萍萍的声音里满是惊恐与埋怨。“是啊，我都交代我妈晚点回来了，她明知道我带你回来，怎么还来搅我们的好事？真他妈晦气，气死老子了！”听到这话，我心头大震，婆婆竟然知晓丈夫的这等龌龊丑事，我恨不得立刻从床底冲出去，将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狠狠教训一顿。可一想到如今孤立无援的自己，方维兴已然杀了一个人，我害怕他会对我痛下杀手。但是现在形单影只的我不占上风，方维兴已经杀了一个人了，真的好怕他还会对我动手。方维兴一边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朝着门口走去。“妈，我不是说了吗？让你晚点回来，你怎么还是……”门吱呀一声被打开，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姐夫，是我，小勇啊，是我的妹夫秦勇。”方维兴刚一开门，秦勇便如一阵风般直接冲进屋内。徐萍萍反应迅速，眼疾手快地关上了卧室门，而后在屋里慌乱地四处逃窜，急切地寻觅着能够藏身的角落。我在床底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徐萍萍也躲到床下。好在她最终藏进了衣柜里。秦勇一把推开卧室门，眼神中带着焦急与愤怒，在屋里四处翻找着。“静静呢？姐夫，你把静静藏在哪里了？为什么姐也消失了？静静来找姐以后也不见了？”他的声音因焦急而微微颤抖。
方维兴一脸不耐烦：“你自己老婆管不住，上我家找什么？谁知道你们姐这次怎么这么有骨气，和我吵架以后竟然敢玩离家出走的把戏。”秦勇彻底崩溃。上周静静联系不上姐，就来这里找她，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你敢说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他死死地盯着方维兴。突然，他眼神一凛，一眼看到了地上掉落的内衣。方维兴，这是什么？你不说他们2个人都不在家吗？怎么会有女人的内衣？方维兴却面不改色，冷哼一声：“啊，我妈的不行吗？谁规定老年人不能穿了？”我在床底，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静静消失了，她来找过我。冰箱里的女人难道是我的妹妹吗？此刻，秦勇的出现让我有了勇气，不然我直接摊牌吧。如果我现在从床底爬出去，把我的猜测说出来，有秦勇在一旁制衡，方维兴肯定不敢轻举妄动。我双手撑在床底的地面上，微微抬起身子，准备爬出这狭小而又压抑的空间。秦勇的话再次瞬间把我定格。方维兴，你最好说的是实话，不然我们1分保险金拿不到。保险金？原本准备爬出床底的脚，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不由自主地缓缓缩回。只见方维兴的脸上瞬间涨得通红，他的眼神闪躲，支支吾吾。我真的不知道你老婆在哪里，上周她来找宋阳，宋阳刚和我吵架，离家出走不在家呀。然后你老婆就走了，后来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呀。方维兴这个骗子，我一直守在家楼下，根本没有发现妹妹来找过我。就在我满心狐疑的时候，秦勇的下一句话更是让我如遭雷击。方维兴，当初咱俩选中这2姐妹，就是看中她们无父无母，娶到手好摆弄。方维兴和秦勇难道在之前就认识？秦勇见方维兴不说话，又接着说道：“我们布局1年了，马上就要实施行动了。现在2个女人都不见了，我们拿什么去弄保险金？人要死了也行，我们能得到100万的身故保险金。现在人压根不见踪影，连洗衣服做饭的保姆都没有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坠入了冰窖，寒冷刺骨。原来我和妹妹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获取保险金的工具，他们的阴谋竟然如此歹毒，而我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此刻，我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远比想象中更加严重，不能轻举妄动。”秦勇走后，方维兴心疼地抱着徐萍萍，继续刚才未做完的事。此刻，我心如死灰，我满心忧虑的唯有我那唯一的亲人妹妹，她究竟身在何处？是否遭遇了不测？刚送走徐萍萍，婆婆就带着儿子回来了。这一整天，我被困在这狭小逼仄的床底，身体根本无法自由舒展，双腿因长时间的蜷缩，逐渐失去了知觉。在之前他们在家玩手机或者小憩的时候，我也曾小心翼翼地偷偷跑出来上厕所或者活动下身体。如今在知晓了方维兴不为人知的一面后，哪怕是轻微的动静都不敢发出，生怕引起他的警觉，招来杀身之祸。终于等到夜深人静，大家熟睡后，我才可以逃出这个床底。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向前匍匐爬行，每一动一寸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动作轻缓的，生怕弄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声响。宋阳，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突然，身后传来方维兴的声音。完了，被发现了！我弄死你！我让你跟我顶嘴，弄死你个臭3八！我惊恐地回头望去，却发现他依然紧闭双眼，原来是在说梦话。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真的暴露。我继续朝着冰箱的方向艰难前行。终于，我来到了冰箱前，颤抖的手轻轻搭在冰箱门上，缓缓地悄悄地打开。映入眼帘的是那个熟悉的袋子，里面装着的腿依旧原封不动地在那里。我心急如焚，试图在那条腿上找到妹妹的胎记，以此来确定她的安危。可是由于长时间在冷藏室里的低温冷冻，腿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根本看不清任何细节。我不死心，继续在冰箱里翻找着。很快，我的手触碰到了一个黑色的袋子，我轻轻摸着袋子的轮廓，感觉里面好像是一个球形物体，旁边还有一团软塌塌的东西。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是头。我打开袋子，先掉落出来的是一缕棕色的头发。看到这熟悉的颜色，我的心猛地一揪。上个月我才刚刚和妹妹一起染了栗棕色的头发，手指继续颤抖着拨开那缕头发，想要看清里面的脸。就在我即将看到脸的那一瞬间，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妈妈，你怎么在这里？我好想你。”她小小的手紧紧拉着我的衣角，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急忙转身，对着儿子做出虚的手势，然后一把将他紧紧抱入怀中。这段时间，尽管每天都能看到他，但是还是止不住对他的想念。抱在怀里的这一刻，才觉得踏实。妈妈，你最近去哪了？我好久没看到你了。爸爸说你不要我们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才不信呢！我的妈妈怎么会不要我呢？我心疼地看着儿子，流下了泪水，心疼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妈妈不会不要宝宝的，妈妈在和爸爸玩捉迷藏的游戏。宝宝，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在家里看到过妈妈，好吗？儿子那清澈的眼睛里写满了懵懂，他似懂非懂地看着我。只要妈妈不被发现，妈妈就赢了这场捉迷藏游戏。到时候妈妈带你去迪士尼，好不好？
宝宝不要说看见我妈妈知道了。儿子眨眨眼睛，然后用力地点点头。放心吧，妈妈，我不会说的。他伸出小手，那认真的模样可爱极了。我们拉勾勾，妈妈赢了，一定要带我去哦。就在这时，婆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宝，你去哪里了？我慌乱地环顾四周，最后躲到了上次藏身的冰箱旁边，蹲下身子，身体紧紧地贴着冰箱，大气都不敢出，朝儿子做出了嘘的手势：奶奶，我想尿尿。随后，我听到婆婆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接着是婆婆拎着儿子走向卫生间的声音。儿子回头朝我笑了笑，偷偷地做了个比耶的手势。我很欣慰，这么小的孩子就能和我打配合。趁他们再次熟睡后，我想开门逃跑报警，奈何门好像被加固了一般，我还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只能再次爬回床底下。方维星却醒得出奇的早，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安与疑虑，鬼鬼祟祟地叫来婆婆。妈，我怎么总觉得宋阳还在家里走动呢？我总是能闻见他的味道，也总能听到一些异响。婆婆一听，顿时大惊失色：别瞎说，说得怪吓人的。我怎么没看到呢？看来你最近因为这些破事搞得精神都不好了。妈会帮你想办法的，你别耽误工作。方卫星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松了一口气。妈，这2天周末你好好在家守着，别出门了。我担心秦勇还会过来找事，也轻易别让外人来家里。我躲在床底，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的恐惧愈发强烈。我感觉他们已经察觉到我的存在了。我要想办法离开这个家，可是婆婆一天都守在家里，我找不到机会。终于等到婆婆在客厅的沙发上沉沉睡去，我连忙从床底爬出来透气。儿子看到我出现，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开心地跑过来，小手紧紧拉着我，压低声音兴奋地对我说：妈妈，你真厉害，他们都没有发现你，你可以一定要赢啊。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宝宝，你一会就说想喝旺仔牛奶，让奶奶带你去买，妈妈准备找一个好地方藏住。儿子听后，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开心地点了点头。在儿子的软磨硬泡下，婆婆虽满脸不情愿，但还是带着儿子下了楼。我心中暗喜，觉得逃离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立刻开始行动。然而，当我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时，却发现门纹丝未动。婆婆就好像能洞悉我的一举一动，在外面将门锁得死死的。我又急又气，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撞击去挣脱，可那扇门依旧冰冷而牢固地矗立在我面前，无情地将我困在屋内。一直等到夜深，也不见有人回来。午夜12点，响起了开门声。我趴在床底，警觉地抬起头，目光紧紧盯着门口。方维星和婆婆还有一个男人一起走了进来，原来是方维星老家的三叔公，那个平时就神神叨叨的人。每次看到他，心中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不安与抵触。他们3人的面色苍白如纸，那神色紧张的模样，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其可怕的事情。婆婆率先打破了沉默，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是不是还在这个屋里？三叔公沉默片刻，开口道：是，就在我们附近。紧接着他又语调低沉地补充了一句：一直就没有离开这个屋子里。听到三叔公的话，我的心猛地一沉，紧张的汗水不受控制地从额头渗出，一滴一滴地落在了地板上。三叔公这个老头子怎么知道我一直都在家里？我死死地咬住手指，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希望侥幸逃脱。这时一直沉默的方维星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冰冷而又生硬：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三叔公没有回应，只是自顾自地翻找着他的背包。那背包看起来破旧而又神秘，仿佛装着什么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东西。许久之后，他才从背包里拿出一样东西，然后语气决然地说道：就现在。说完，他便如同一头觅食的猎豹，打头阵在屋子里开始仔细地搜寻起来。但是婆婆和方维星看起来害怕极了，他们紧紧地跟在三叔公的身后，那模样就像是2个寻求庇护的孩子。3人在屋子里展开了一番地毯式的翻找，所到之处一片狼藉。突然，方维星提高了音量，对着屋内喊道：宋阳，出来吧，我知道你就在家里，我会给你买好多衣服、包包，别躲着了。方维星看似在哄我，但是声音中带着杀气，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毫无预兆的，原本嘈杂的屋子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我在床底暗自揣测，难道他们是放弃寻找我了吗？我那紧绷的神经也随之稍稍放松了一些，不由自主地轻舒了一口气。就在我这口气还未完全吐出之时，一双冰冷而坚硬的铁钩迅速套住了我的双腿，我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身体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一拉，整个人就这样毫无尊严地被从床底拽了出来。我的后背重重地磕在地上，钻心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但还未等我从这剧痛中缓过神来，三叔公便手持一个硬物，恶狠狠地朝着我的脖梗处不停地击打。那硬物每一次落下，都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声响。我的脖梗仿佛被烈火灼烧一般，疼痛难忍，身体也因这接二连三的攻击而变得绵软无力，根本无法反抗。很快，他们3人便将我像牲畜般捆了起来。方维星，我好歹还是你孩子的妈妈，你弄死我对你和孩子有什么好处？你放过我吧，
为了孩子，我的声音因为恐惧和绝望而变得尖锐刺耳，在这寂静的房间里回荡着。方维兴听到我的哀求后，脸上却露出了一种扭曲的笑容，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笑话。以后我会给儿子找个新妈妈的，你就安心的走吧。说完，三叔公面无表情地拿着一把木质刀，一步一步缓缓向我走了过来。那把刀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勾魂使者。我望着那逐渐逼近的身影，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我知道，此刻的我已经彻底逃不过了。宝宝，妈妈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妈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好几个身着威严制服的警察破门而入，而在警察队伍的后面还跟着一个身影。当我看清那竟然是我的妹妹时，心中涌起了一阵难以言喻的狂喜与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本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她，此刻竟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喜极而泣，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由于之前长时间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此刻又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冲击，我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般，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警察们进门后，将方维兴婆婆和三叔公三人牢牢地制服住。他们熟练地使用手铐，动作干脆利落，不给三人任何反抗的机会。随后，警察们便开始在屋里仔细地翻找着什么。他们眼神专注，表情严肃，似乎完全沉浸在搜寻的任务之中，以至于一时间都忘记了我还被捆绑在一旁的存在。这时，妹妹静静地走到冰箱前，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伸出手指指向冰箱，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止不住地流淌。我满心疑惑，心中暗自思忖：妹妹怎么会知道冰箱里的秘密？警察们顺着妹妹所指的方向，开始认真地翻找着冰箱。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紧张地等待着即将被揭开的真相。当警察打开那个藏在冰箱深处的塑料袋子时，妹妹突然惊声尖叫起来，那声音凄厉而绝望，回荡在整个房间里。与此同时，身体也摇摇欲坠，仿佛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景象。随着警察将袋子里的东西缓缓拎出，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而当警察回身的那一刻，我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呆住了。因为那颗人头竟然是我，怎么会是我？我的头怎么会在那里？瞬间回忆袭来，原来我早就死在了10天前。那日，我像平常一样为方维兴清洗着衣物。当我的手伸进他衣服口袋时，手机却在这时不合时宜地不停震动起来。出于好奇与下意识的反应，我轻点屏幕，竟然都是秦勇发来的消息。方子，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刹车我已经改好了，只要她们姐妹俩上高速，不出1小时就得见阎王爷。到时候咱哥俩拿着保险金，可就发了大财了。看到这些，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1年前。那时，方维兴执意要为我购买保险，他当时说的头头是道，声称这样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我当时还满心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嫁了一个如此考虑周全的男人。甚至在饭桌上，我还将此事兴高采烈地与妹妹和秦勇分享。秦勇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当场就给妹妹也上了一份保险。现在看来，两个人早就密谋好要我们的命换取钱财了。甚至两人追求我们姐妹，成为连桥都是阴谋。不料，方维兴发现我已经看到了他的秘密，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而狰狞。我惊恐万分，第一反应便是拿出手机报警。然而方维兴怎会让我得逞？他疯狂地向我扑来，阻拦我的行动。在我们激烈的拉扯与挣扎之中，慌乱之际，电话竟鬼使神差地拨通了妹妹那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刚喊出那句“妹妹小心”，秦勇、方维兴响。没等说完，就被方维兴掐住脖子，久久不能呼吸，最后窒息而死。妹妹听到我的呼喊后，来家里找我，被方维兴3言2语打发走了。而我之所以会一直在床底徘徊游荡，是因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方维兴为了不让儿子看到我那凄惨的死状而害怕，便将我的尸体匆匆藏在了床底。也正因如此，我的灵魂仿佛被禁锢在了这小小的床底空间，不得解脱。他又让刘颖带着铮铮出去，然后在这冰冷的屋子里，残忍地将我的尸体杀害。那血腥而恐怖的场景，让我的灵魂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久久不能散去，只能无奈地在家中不停地徘徊。儿子能看到我，可能是因为年龄小，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吧，也或者是儿子心中一直有我，导致我的执念太深，影响到了他。我可怜的孩子。原来妈妈早就不在人世间了。妹妹发现我不在家后，打开了我们的定位。从小我们2人相依为命，为了确保对方的安全，无论身处何方，都能第一时间知晓彼此的状况。我们开启了手机定位功能。妹妹焦急地查看定位，却发现我的定位显示一直在家中。姐妹之间也或许心有灵犀，她笃定我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回想起我最后那通电话里提到的秦勇和方维兴，她敏锐地意识到这2人之间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我现在的失踪，恐怕也与他们脱不了干系。也怕我需要帮助，所以并没有回家，而是一直潜伏在小区观察着家里的动态。直到他在楼道里偶然听到秦勇和方维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才逐渐大概猜出了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隐藏的前因后果。
至于我为何被困在屋里无法出去，妹妹后来才明白。方维兴和刘颖这两个做了亏心事的人，内心被恐惧填满，妄图寻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庇护自己。这妹妹见状，更是笃定了我的遭遇。方维兴、刘颖、秦勇三人被伏法，妹妹独自一人抚养着铮铮，而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重要的两个人为我流泪，泪水穿透我的手背，我止不住嚎啕大哭。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卧室天花板，我竟然不可思议地躺在床上，下意识地摸了摸身旁的枕头，却发现流下的泪水浸湿了一大片。我转头看到旁边躺着的竟然是我心爱的铮铮，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稚嫩的小脸，指尖传来的真实触感以及那暖暖的温度让我大为震惊。我竟然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之前所经历的那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吗？我心中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狂喜。太好了，我没死，我的宝贝还安然无恙地在我怀里，看着他那熟悉的轮廓，心中顿时感慨万千。回想起刚刚那如同噩梦般的经历，我不禁暗自嘲笑自己，竟然会做如此荒诞恐怖的梦。我摇了摇头，想要把那些可怕的回忆从脑海中驱散，目光却突然被方维兴放在枕边还亮着屏幕的手机吸引住了。这个粗心大意的男人总是这样，连睡觉都不记得把手机熄屏。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出于好奇与下意识的反应，我轻轻地拿起手机，准备帮他熄屏。竟然都是秦勇发来的消息。方子，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刹车我已经改好了，只要她们姐妹俩上高速，不出1小时就得见阎王爷。到时候咱哥俩拿着保险金，可就发了大财了。原来那不是梦，是上天的对我的警醒。这次我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了。